只能装聋作哑，勾勒你的脸颊。聚散如流沙，天命自洽，爱冲间轰轰塌。随云烟轻洒，用力驱赶你伪装的潇洒。微醺的梦啊，信念之人怎会不变真假？你若近在咫尺的天涯，我想握住却只能装傻。告诉我，宋总，你是因为长安实现险情，救你是公务，有什么值得大肆宣扬的？如果下次再发生河边那样的意外，我自问没有办法保证你的安全。那你知道世上最傻的人是什么人吗？是两次掉进同一个坑里。之前给你添了很多负担，我很抱歉。水波纹我肯定会彻查，但是绝对不会赖在你的县衙。最难过的是我却没有一场恨我甚至都不能告诉他。随云烟轻洒，用力驱赶你伪装的潇洒。微醺的梦啊，信念之人怎会不变真假？哪怕你若咫尺的天涯，我已握紧你的手不放。小姐，这一盆是非常名贵的墨香玉兰，公子千里迢迢从京城带来的，只剩最后一盆了。你要是想摘，去院子里面摘别的好不好？哦，灵儿，哥哥在河阳是不是也有几家铺子啊？是啊，上官家的生意遍布天下，各门各类都有涉猎。那你去通知这些掌柜，问问他们有没有留意到水波纹的图案，不管是器物还是别的，有所得者重赏。还有，去一趟书寺，把那些什么河阳相关的博物志啊、地方志都买回来。是。小姐，小姐，刚才外面来了一个渔夫，说有一个叫白小生的人托他带个口信，白小生在码头被人扣住了，请小姐赶紧去救他。你说给你一个时辰，让你的亲人来见你最后一面。既然这一个时辰已经到了，跳吧。不是，大哥，我真的再也不敢了，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你竟敢买通船夫，用我们的船私运货物！你既然有这个胆量，就早该预料到有如此下场。别磨叽，赶紧跳！我求求你了，大哥！你别！你是需要我住手！我姐姐救我！他偷运了多少货物，我10倍赔偿。你把这儿当什么地方了？我们银雨楼的规矩，岂是你能用这几个钱买通的？银雨楼，我都说了，我跟你们少主真的是朋友。我们少主是何等英明人物，岂会跟你们这些女流之辈做朋友？他们确实是我的朋友。卓少主，参见少主。
小生，姐姐，吓死我了！朱堂主是吧？你尽忠职守，做得很好。不过，这件小事就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就此结果吧。少主，他私带货物，这可非同小可。再说咱们银玉楼从来没有破坏过规矩。少主，您不能因为外人而因私废公啊！你说的对。她未来将会是我们银玉楼的少夫人，她的话便是我的话，我的话便是银玉楼的规矩。难道你对我的话也要质疑？少主恕罪，属下不敢。参见少主夫人。啊，幸亏你来得及时。对了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太爷遣人送了口信给我。哎，我说小骗子，你可真会惹麻烦，10次见你9次都出状况。说明卓少主是天生解决麻烦的人物。走吧，晚上一起喝酒去。嗯，走。我那些货不是还都没处理呢吗？你们去吧。姐姐，我晚点去戏园找你。与其在一旁看你们卿卿我我，还不如去跳河。我晚点去找你啊，姐姐。哎，小生怎么最近怪怪的？他不是一直如此吗？要钱不要命。阿江，你以后别这样了。是吗？我不是从县衙搬出来了吗？以后也不需要这些幌子了。你不用成天围着我转，也别老叫我什么少夫人之类的，我很尴尬的。不是幌子，我说的都是认真的。以前我也以为我只是把你当做朋友，但2个月前我回到了河阳，那时我高高兴兴的去找你，却只听到了你身远的消息。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，刀剑加身都从未让我如此害怕过。那时我才明白，原来你在我的心中早已不只是朋友。你回来之后，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，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发自内心的。只要你愿意，我随时娶你过门。阿娇，我一直拿你当我最好的朋友，以前是，现在是，以后也是，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的。斩钉截铁，毫不犹豫。我虽想到会是如此，但没有想到，这种感受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加难受。比失望更伤人的是空欢喜。我拿你当我最好的朋友，更不可能给你无谓的希望。公子，公子，顾雍已死，季善堂已清，你还在怀疑4大宗族吗？我在想，在京中的那个幕后黑手，为什么会在河阳配置势力？难道就是单纯的为了杀人吗？我看了季善堂的账目文册，倒确实只有杀人这个买卖。所以我怀疑，这4大宗族中，一定还有他们的势力。这季善堂被灭，生死坊又一点动静都没有，那就只剩下银玉楼和百花宫了。但这一个在诚心诚意的帮上官小姐，另外一个又早早与公子连了盟，帮县衙解了燃眉之急。
这肯定是我错过了什么。到底是什么呢？这饭要一口口吃，案子要一点点查吗？老这么干想也不是办法。不如直接说，想干嘛？骑马去，啊？姐姐，你又在看这块帕子了？9年了。对了，县衙现在如何？非常安静，甚至可以说是死气沉沉。潘大人来到河阳仅仅2个月的时间，就走到了如今这样的地步，已经出乎我的意料。想让他短短时间之内查清顾雍背后的势力，的确有些强人所难。或许是时候推他一把了。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。小姐，我们已经把河阳市面上所有带水波纹的物件全部搬来了，实在没有你说的那种啊。公子，我们已经到西园了，也不知道上官小姐在里面过得怎么样，我们要不进去看看？小姐，你要的水波纹，我这儿有。在哪儿？陈掌柜，小姐要找的是水波纹，你找来这么多武器做什么？请看。听到了，人家根本就不用咱们担心。公子，咱们来都来了，难道你就不好奇上官小姐在里面过得怎么样？哎，你听，灵儿笑得多开心啊！羡慕了，是不是想搬过来跟他们一起欢声笑语啊？不是，不是就少过来晃悠。这，公子，死鸭子嘴硬。这。公子，如果大人，怎么了？大人，4楼有人纵火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大人，不知是谁在这牢房里面
打翻了一盏油灯，好在稻草是湿的，没有起火，只是冒烟而已。究竟是何人如此大胆，在县衙大牢内纵火？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里面没有关押犯人。湿稻草不是为了放火，而是为了起烟，是想吸引我们的注意力。这把火是有人故意引导。大人，那个人邪乎得很，万万不可靠近他。他犯了什么案子？鬼火勾魂案。不知这么晚，潘大人到此有何吩咐？我来找一份卷宗。哦，什么卷宗？老朽跟您一起找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找吧。你快回房休息吧。大人辛苦。以前上官池总能很快找到需要的卷宗，我还以为此事很简单。现在想来，他竟是下了不少功夫。河阳新政书院，傍山依水而建，后山传闻闹鬼，经常有人走进去就走不出来了。据当事人供述，1年前，新政书院的4名同窗陈父、周歌、刘氏、沈慈，他们为了比拼胆量，去了后山鬼林。几根骨头而已，还吓不到我。你们要是怕的话，你们就趁早回去吧。我们也不怕。对，不怕。走。什么人？装神弄鬼的，给老子滚出来！沈慈！
快跑啊！快跑！有鬼！有鬼！神子被鬼抓了！沈慈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众人认定沈慈已经丧命。可谁曾想，过去沈慈，你没死啊？沈慈，您的眼睛怎么了？来，坐这儿。沈慈，你不是被鬼抓走了吗？对呀，你怎么回来的？对呀，我们当时都看到了，让你别过去，你非要过去，然后你就被鬼给缠上了。对啊，是我被恶鬼拖进林子里，恶鬼好像要把我推到地下去，我死命挣扎着，用脚踹着，这才逃了出来。可是林子里有很多瘴气，我一出来，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沈慈，大家原以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没事了。可接下来的1个月里，又发生了让人难以置信的事。非吾安居也，我无安心也；非吾足财也，我无足心也。是故君子自难而易比，众人自易而难比。非吾安居也，我无安心也；非吾足财也，我无足心也。非吾安居也，非吾足财也。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？救命！我的眼睛，什么都看不见了！福哥，我也看不见了。3人陆续墓亡，继而水米不进，神志恍惚。陈父的父亲是书院掌阅，他遍请名医，全都瞧不出陈父的病因。坊间传闻都说是林中闹鬼所致。直到一天夜里，有一名企业的书生看到了一幕。陈父，周哥、刘石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陈父！陈父，周哥，刘石，刘石，陈父，周哥，刘石，陈父，周哥，富儿啊，陈父，陈父，陈父，陈掌阅，掌阅，在这儿呢。你看，啊！富儿，富儿，
儿。把沈慈给我抓起来！就是这个白眼狼，不念书院培育之情，竟学了妖术害了我儿，还有2条无辜的性命，请大人做主，让沈慈偿命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呀？陈父等人中邪之时，我正在书院里读书，没有去后山。你既会妖术，想瞒天过海又有何难？你口口声声说我会妖术，证据呢？我有功名在身，你们无凭无据如此冤杀，恐难服众吧？沈慈，所以，你是因为跟潘大人赌气才搬回西院的啊？更正一下，不是赌气，是划清界限。从今往后，我跟他就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再无交集。当真？当真。也挺好的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干嘛在同一棵树上吊死2次？你看看身边的人呢，卓少主也挺好的。他跟你表白了？他跟你说了？我猜的。他真跟你表白了？你都没留意过吧？他眼睛总是看向你，没有朋友会这样的。我现在只想查清水波纹，做回杨采薇。这个沈慈没有证据证明他杀人，但是他是此案的唯一犯罪嫌疑人。当时判的是先押后审。大人，我办案10年，抓过的嫌犯没有1000也有800，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诡异的。诡异在何处？他刚进来的时候跟其他犯人押在一起，但是没过几日，那些穷凶极恶的江洋大盗都吵着嚷着换牢房，最后没有办法单独关押。我暗中观察过，他整日神神叨叨的，不知道是在念经还是在念咒。大人，您千万小心，别着了他的道。快些到我这里来吧，快些到我这里来吧，快些到我这里来。大人，你看，他又在念咒了。不，他在跟老鼠说话。恕我礼数不周，不知阁下是谁？县令潘岳。原来是潘大人。你每顿只有2个馒头，为何还要分给老鼠？我被囚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，亏得有这些虫鼠相伴，打发长日，聊以抒怀。在你眼中他是老鼠，可对我而言，他却是老友。他既已被关在死牢，为何还要带这么重的脚镣？替他解开吧。大人，这是会妖术的重犯，他跑了呢。他若真的会妖术，你10条铁链也锁不住他。解开。是。
不怕我？需要怕吗？这墙上的图案，大人是为此而来？是。可否坦诚相告？大人若有心，待你查清此案，自会知晓。外面怎么会这么多野猫叫啊？终于安静了，真想吃栗香糕啊！栗香糕，栗香糕，刚出炉的栗香糕，看看看看，栗香糕嘞！卖糕的小贩为什么来得这么凑巧？还有刚才的猫叫，突然就停了。难道说……灵儿，我每天吃你做的饭都吃腻了，今天我想吃现烤羊腿配花雕啊！来，快，车拿进去。是。小姐猜的没错，果然是你。灵儿姑娘，你家少主呢？阿江，哎呀，你不必对我这么好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是拿你当朋友，我知道，但这就是我卓兰江对待朋友的方式。我说杨采薇，你何时变得这么扭扭捏捏啊？我怎么扭扭捏捏啦？对啊，那这现烤的羊腿配花雕，喝不喝？喝，怎么不喝？鬼火案两死一残，沈慈是唯一的嫌疑人，破获此案的关键只能在他身上。可是此人真的会是用妖术残害同窗之人吗？对不对？真是。哎啊！来，咋了？没想到上官小姐走了以后，这些树还是没有幸免于难呐。哎呀，错牛，哼！公子，公子，你在干嘛呢？没什么。哦，你要去哪儿？哦，杨姑娘的画像裱好了，我去吧，正好出去走走。您看看，给您钱。好嘞，走吧，慢走啊。潘大人，吃份冰饮解解乏吧。好啊。潘大人，您的冰饮。谢谢。潘大人，您怎么今天没跟上官小姐一起来啊？我还怪想她的。我也好久没见她了。哦，这样。想见上官小姐得去烟雨楼，听说她和卓少主好事将近，前2天还去码头巡视家产了。真的？真的。
怎么可能啊？好多人都在场嘛。上官小姐明明……爽爽，啊，我现在还有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啊，但是您的冰也还没吃。牙疼，吃不了酸的。给。啊。我是怎么回事？一听到上官池，连话都忘了。谁教给你们的？上官小姐。他怎么会是他？青丝蓦然烛花，寥寥回忆经年长，却只能装聋。上阴雨楼找到了尸体，我便来此守株待兔。没想到等来的是你。大半夜偷偷来此，想毁尸灭迹？当然不是了，那我得亲手找到真凶，让你正式跟我道歉，告慰亡灵，也还自己一个清白。我不能平白被大人冤枉呀！尸体是会说话的，再不然就没机会了。他们应该是吃了什么中毒的，我现在要找出毒源。大人，你看，大人，你快来看，这个就是毒源。从颜色、形状上来看，从位置、方向、深浅来看，只能是他自己伤的自己。哎，小心点。上官小姐可以平复公子的心绪。深呼吸，没事，没事。金莺莺，莺莺，金豆掉了3大杯，天亮推倒衣服架，吓坏我们金豆馆。你看着我，潘越。潘越，看着我清醒一点！烦死了，我不是上官池。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他相信你。那个时候，他是真心想嫁给你。没骗你吧？灵儿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小姐，这些油伞若是久不被雨淋，就需要时常拿这些湿抹布擦一擦，才能保护它不褪色。那我帮你。那我再去多拿点伞来。去吧。怎么了？
怎么了？我……潘大人，您怎么来了呀？哎呀，这伞怎么弄乱了？这都是公子花了重金给小姐买的，小姐受伤以来可都还没有用过呢。他现在是上官芷，一旦暴露他的身份，危险可能就在身边。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潘大人，今日怎么有空来看上官芷小姐？是县衙里的案子都办完了吗？我刚抓了一只山鸡，晚上在院子里烤着吃。嗯。潘大人是打算留这儿晚上一起吃晚饭吗？不必了。是不是真出什么事了？没有。查到一桩案子，有水波纹的线索。什么案子啊？此案错综复杂，三言两语说不清楚。我知道你心系水波纹，放心，有结果，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杨采薇变成了上官芷的模样，那躺在冰棺里的是上官芷。路上遇到点意外，我摔了一跤，还好没有误了及时。上官芷假冒杨采薇来到婚礼，却阴差阳错的被水波纹组织所杀。说，这个文令牌到底有什么秘密，值得你不惜杀死自己的骨肉也要保全？谁指使你的？说呀！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你只会让我死得更惨。顾雍，顾雍，顾雍！上官芷命丧异乡，杨采薇险些身死，都是因为水波纹组织。我定要揪出幕后黑手，还他们一个公道。他就要回来了，你们可要快些找。小姐，潘大人查到了水波纹的线索，那你还会回县衙吗？让我走就走，让我回就回，这么没骨气。他又没邀请我，我看他今天就是过来炫耀的。那我这要是去，岂不是热脸贴冷屁股？不去。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是，小姐。查到一桩案子，有水波纹的线索。哎呀！
不会不来吧？小姐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河阳这么大，自有咱们的去处。哎呀，罢了，韩信都能受胯下之辱，为了查案，我能屈能伸？大爷，你写呀！上官小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几天你不在衙门，县衙里死气沉沉的，好生无趣啊。灵儿姑娘呢？说实话，这灵儿姑娘不在，我这饭都吃不香了。是啊，就想灵儿吗？都想，都想。哎，大人呢？哦，大人在二堂呢。这几天他彻夜工作，就等着你回来帮他分担呢。大人，上官小姐求见。让她进来吧。是。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大人告诉我案件的进展，不就是想让我来帮忙吗？你多虑了。不过，你既然这么关心案子，让你看一看也无妨。多谢大人。什么大人属下，这么疏远？你也已不是县衙的人，以后不必叫我大人。我知道我不是县衙的人，不用时时刻刻提醒我。看着有些碍眼。是，潘大人看我总是碍眼的。怎么样？案中可看出有什么疑点？虽然案件很诡异，但是也没看到什么水波纹的线索。犯人沈慈却关在死牢之中。我去看他时，他牢房的墙上画的正是水波纹图案。那他说什么了？他只说待到案子查清，自见分晓。言下之意，他是无辜的，案件另有真相。但他如果真的是无辜的，为什么不把自己知道的说出来，非要让县衙查个清楚呢？而且，这个案子的重点是如何杀人。他沈慈一介书生是怎么做到让陈父等人目盲，失去神识，还自动跳崖呢？一针见血，不愧是你。你嘲讽我？我是真心的。大人，你既然愿意告诉我水波纹的线索，就不要事事找茬。我这次真是冲着案件回来的，我每日工作完立马离开，绝不叨扰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
不过，只要你还活生生的在我面前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这人怎么回事啊？查个勾魂案，自己也中邪了？整个案子的起因是山林闹鬼，沈慈失踪。神鬼之说自是无稽之谈，看来还得从源头开始梳理。备车，去新政书院。公子，要不要通知上官小姐？算了，天色也不早了，她大概要着急回西园吧，不用叫她。哎，等等，要去一起去。嗯。在西园住得惯吗？吃得好，睡得好，不必听人使唤，也不用被人教训，悠闲自在，舒服得很。听说前2天你跟卓少主去码头了？遇到点麻烦。哦，挺好。挺好。我遇到麻烦，你觉得挺好？我是说，麻烦顺利解决了，你又能回来查案，挺好。潘大人，是不是现在我坐在车里，你特别不自在，你没话找话呀？没有，我就是许久未见，关心一下。还昨天见过。不知潘大人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陈掌院多礼了。新政书院乃是河阳官学，钟灵毓秀，人才辈出，是河阳读书人心中的圣地。本官一直想来拜访，染染书香文气。大人垂顾，是新政的荣幸。里边请。请。没想到新政书院连仆役都风度不凡。大人谬赞了，都是书院的老人，耳濡目染罢了。故使天下之事亲耳而听，重足而立，合口而不言，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，治世不谋也。故使天下之事亲耳而听，重足而立，合口而不言，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，治世不谋也。请。潘大人，这些都是我们书院书生所写的文章，还请大人品鉴一二。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，字字珠玉，必作鸡池。新政书院果然是不凡的。大人过奖了。重足而立，合口而不言，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，治世不谋也。陈掌院，这篇文章是出自哪位书生之手？天下之事亲耳而听，重足而立，合口而不言，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，治世不谋也。
故事天下之事，亲耳而听。这位叔叔，那个想跟你打听一个人。谁啊？你们这之前有一桩鬼火勾魂案，嫌疑人沈慈你可认识？我不认识，不知道。啊？这间房间为何白日挂着黑布？这是小儿的房间。我听说过令郎的事情，实在是让人遗憾。唉，自小儿目盲之后，神志恍惚，还屈光而行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只有遮上黑布。可否进去一看？啊，请。陈掌院，上官小姐对巫蛊之术也颇有研究，不如让她也帮忙看一看。哎呀，那太劳烦上官小姐了。请。据我所知，嫌犯是一名书生，目前就关在县衙的大牢里。我想知道，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是如何做到这些的。身为儒生，不与怪力乱神，他怎么做到的我不知。但富儿出事的时候，嘴里反复念着他的名字，不是他，还能是谁？可怜富儿生不如死。为了能让富儿有一条活路，我曾数次去牢狱哀求那凶手，求他放富儿一条生路，可他却是铁石心肠，不为所动啊！我觉得这个书院有些怪异。我方才跟那个书生打听的时候，我刚一提到沈慈的名字，他就面色发白，面露恐惧，直接逃走了。应该是有人给他们下了闭口令。大人何出此言？那些书生整齐划一，不像日常之举，而像是事先排演过的。而且，你有没有听到他们所念的文章？天下之事，亲耳而听，重足而立。过秦论。不错。那篇文章讲的是天下之事只能亲耳听，却闭口不能谏言。那谁给他们下了闭口令呢？有可能是沈慈的同窗，也有可能是陈掌院。陈掌院深受其害，按理来说他应该想要查清案子，给沈慈定罪才是，他没有理由这样做吧？大人，咱们去一趟后山吧。鬼林闹鬼，我总觉得不寻常。少主，牢房逃跑的人找到了。我追到这的时候，发现有人比我早了一步，已经把他杀了。看清那人面目了吗？我没有看清他的脸，
但他持剑杀人的时候，右肩有些异常。少主，发现金水帮余孽，安全起见，你暂时不能回去，只能委屈在这里住上几日。区金水帮，还不至于让我躲在这个乌龟壳。少主，金水帮阴狠歹毒，手段卑劣。3年前，老当家就是受了暗算，少主千万不能答应。少主慎重。少主若不答应，属下便长跪不起。少主叫我来，有什么吩咐？少主，好久没与你过招，一时兴起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这耸肩的老毛病还是没改掉。小时候跟师傅学剑，我总是出错，师傅就用这鞭子抽我的右肩，可能是那个时候留下的阴影，现在想改也改不了了。我叫你过来，是想问问你，金水帮余孽逃走之事，你查清楚了没有？查清楚了，是奸细利用与看守相熟的关系，引看守过去抢了钥匙，这才逃脱。属下派人寻迹追查，他们已经离开了河阳。所以，我银雨楼是养了一群饭桶，是吗？少主，属下办事不力，御下无方。唉，我才是银雨楼的少主，若真要说御下无方的话，最该问责的人是我。是我最近过于投入儿女私情，忽略了帮中事务，这才让跟前的人犯错。好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楼内的奸细不会是大堂主吧？可他是老当家从小养大的义子，一直对银雨楼忠心耿耿。当年与金水帮大战的时候，他还不惜性命保护你。可能就是因为念及旧情，他每次都只是引开我，或是拖住我，不让我参与水波纹之事。所以孙堂主与水波纹组织是一伙的？还不确定。不过我方才敲山震虎，他一定会有所行动。你去盯紧他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在背着我做什么事。是。前面就是鬼林了。走吧，我们去试试胆量。哎，平日不是老拿我哥当幌子吗？都不肯带我出来，今日怎么如此主动？那是之前，从现在开始，不管前路是危险还是坦荡，我都愿意带着你。这是什么？这个鬼林之所以叫鬼林，就是因为进来就出不去。做个记号嘛，以
以防被困。这刀怎么看着这么像杨采薇的仵作刀啊？哎，看错了，看错了。糟了！怎么了？你看，咱们遇到鬼打墙了。有可能是有人在固步一阵。跟我来。哦。看见那是什么东西吗？装神弄鬼，必有所图。借我一样东西，别动。这样，我们就不会再走散了。听到了吗？有水声。这里没有河流，没有溪水，哪来的水声？真的有，你仔细听。张怀神，抓紧我，别松手！那个，我没事了，你可以放开我了。怎么样？没事没事。你受伤了？我爱。别动。这是什么？味道怪怪的。染料。染料。麻绳。所谓鬼灵，也不过就是人造的机关。这林中肯定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才会如此大费周章。终于走出来了。这些机关设计如此蹊跷，没有个多年经验做不到这些，恐怕这幕后之人势力不小啊。
这附近都不生野花，为什么唯独这里有呢？怎么了？这里土壤异常肥沃，才会长出野花。有可能下面埋着什么。我也是瞎猜的，也不知道对不对，应该是对的吧。挖开看看就知道了。新政书院的院徽，难道死者是新政书院的学生？来，刘捕快，快点！大人，陈三，马上验尸，我要知道这个人的死因和身份。搭把手。大人，看这个尸体的腐败程度，死了1年多了，还能查出个什么呀？大人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那个别人肯定不行，那个我一定行啊。死者的致命伤是在脖颈处，小人推断应该是被绳索勒死的。鬼灵的藤蔓。继续说。大人啊，这个死者已经死了1年多了，尸体腐烂到都认不清原貌，想要查出更多的细节，恐怕还得多给你些时间。大人英明，已经熟知小人的验尸习惯。行了，此事不可再拖，明日5时给我答复。是。我的祖师爷爷，小的求求你了好吗？您今晚早点来啊，别让小的等那么久啊！我的祖师爷爷，小的求求你了！哎呦，我之前问过刘捕快，他说新政书院近1年都没有报过失踪案。你说这个人会是谁啊？我猜那个人应该姓缪。为什么？这你怎么拿到的？白天在书院时顺手拿的。啊，所以是那个时候。新政书院果然是不凡呢。大人过奖了。我可真是低估你了。过奖。这要怎么证明这个人是不是妙庄啊？我得找个借口离开，以便前去验尸。我得找个借口离开，以便他去验尸。上官大人，你先说。我感觉有点闷，想出去溜达溜达。阿瑟找我有点事，我要过去一趟。那你那边。大人，您站在这儿看什么呢？赏月。
你在这干嘛？守夜。这不用你守，回去吧。哦。回来。去跟厨子说一声，做一桌好菜，再温一壶好酒。大人，这么晚了，你还有客人呢？让你去就去，哪那么多废话？是。你到底是谁呢？身长约6尺5寸，性别男，年龄大约在20到25岁之间，没有中毒的迹象，牙齿没有完整脱落，这颗牙齿。大人，你找我？快吃吧，别说我亏待下属。看来这新换的厨子甚得你心呐。上官小姐，阿江，你怎么来了？把东西摆在这儿吧。啊，好的。这是……我听灵儿说你回县衙工作了，担心某些人亏待你，所以便让他多做了些菜拿过来。看来时机正好。大人，一起呗。潘大人看见我们就烦，应该想图个清静吧。先吃饭吧。走吧，先吃饭。哦。哇！快吃吧，都是你喜欢吃的。这个。大人，您要的酒问好了。好。这么多菜，您一个人吃得完吗？本来就不是我一个人吃的，你守夜辛苦，犒劳你的。啊，真的？谢谢大人。你吃饭能不能注意点？饭都沾到脸上了，影响我食欲。不好意思啊，大人。潘越今天没有给你脸色瞧吧？怎么，少主要替我打抱不平？是，若是他再让你哭一次，我便杀了他。哎，别开玩笑了，倒也没有给我脸色看，就是感觉怪怪的，一直找我茬似的。但是吧，这样，我们就不会再走散了。少主到了。但是什么？没什么。
跑了一天也累了，我先回去睡觉了。你早点休息啊。倒也没给我脸色看，就是感觉怪怪的，一直找我茬似的。但是吧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酒啊？来的刚好，过来一起喝。你不会是被杨姐姐拒绝了以后，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吧？就这么看不起我呀？啊？我不是怕他拒绝，我怕的是他的眼里心里已经有另一个人。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谁不懂？怎么，你也有意中人？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整天情情爱爱的，这不就相当于来了个顾客，跟你聊了半天，讨了3轮价，转头去别人那儿买了。他不识货，总有识货的人嘛。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不说了，喝酒。你吃东西吗？那边有个大婶卖的汤圆特别好吃，我去给你买一碗，请你吃。大婶啊，给我一碗汤圆。好嘞。给您放这儿哈。哎。小生，哎呦，几年没见，没想到你出落成这个模样了。早知如此，当初我怎么舍得让你走？哎，别急着走啊，话还没说完呢。我没有什么想跟你说的，你放手！你跟谁摆谱呢？你也不想想，要不是我，你早就死了。放手！救命！你敢！你救命！救命！找死！别杀人！传来枪，让他滚！传来枪，让他滚！我滚！我滚！
你为什么什么都不问？你不说，我不问。你想说，我便听着。我很小的时候没了爹，我娘是个赌徒，那会儿每天一睁开眼睛，就都是讨债的人上门。有一天，我娘跟我说，可以带我离开河阳，去投奔一个很有钱的表哥。她说在那里，我们可以开始新的生活。也不知道我当时有多开心。娘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呀？去一个特别好的地方，再也没有债主，让咱们小生以后不愁吃不愁穿。那我们还有多久才能到？小生乖乖睡一会儿，一会儿到了呀，娘叫你。嗯。等到我醒了，我们确实到了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看上去也很有钱，但不是什么表哥，是我娘收了10两银子把我卖掉的地方。他就那么抛下我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那年我才10岁，后来我找了个机会逃了出来，沿街乞讨，坑蒙拐骗，养活自己。有了一些积蓄之后，我就开始做一些小本生意。总之，我花了10倍的价格赎回了自己的卖身契。你这么喜欢赚钱，原来是因为这个。亲娘都不可靠，只有银子跑不掉。但是没什么，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人不就是这样吗？你骗骗我，我骗骗你。教你个绝招吧，每当难过的时候，就吃点甜的，以后难过的时候，就会想起来嘴巴里的甜味，就会把难过冲散。哄小孩啊！再说了，谁难过？就当是给10岁的小生吧。傻死了。大人，等人到齐了再说。大人莫不是在等上官小姐？我等刘捕快。哦，
怎么还不来？不会是卓兰江那小子搞鬼不让他来吧？大人，小人昨日验尸，在死者身上发现一颗泛黑的旧牙。经过小人千辛万苦用牙粉打磨之后，发现，在这颗旧牙中间是以白皙和银箔，对吧？哦，对，银箔。路上遇到双双，我专门给大人买的。专门给我的。大人，吃冰饮了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谢谢。不是。挺好吃。哎呀，陈三，接着说。大人，在这颗旧牙中间呢，是以白皙银箔和水银合成的汞齐。民间郎中会用此物呢填补牙齿缺漏，但是这个银箔在地下埋了太久，就容易发黑。发黑？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死者生前是补过旧牙，对吧？对，大人，从汞齐的磨损程度来看，用了不太久，应该是在1年到2年。找遍河阳所有会补牙的大夫，务必要查清此人的身份。是。不错，这颗是我补的牙。但凡我补的牙，都会掺点水银。河阳没有几个大夫能舍得用水银的。那你可还记得这个人是谁？新政书院记不清都有谁来过。哦，不过我每次出诊都会记账，说不定账本上会有记录。哦，找到了。2年半前补龋齿1颗，收诊金2两，病患姓名沈慈。如果这具尸体是沈慈，那牢里的是谁？